考场里静得可怕，一点声音都没有，时钟也贴心的换成了电子的，连模拟考试中秒针的声音也听不到了。仿佛人们觉得，不制造紧张气氛，就没人会紧张。魏无羡很凑巧跟江澄在一个考场，他前面坐着一个看起来紧张过度的女生，考数学的时候，这女生坐在江澄后面。考完数学咬着一根麦当劳的薯条，魏无羡和江澄说起来，这女生都觉得她压力过大，一副随时要崩溃的样子。劳心费力，魏无羡冒出这个词，然后他伸了个懒腰，他胳膊有点长，把答题卡刮到了地上。监考老师很贴心的立刻赶过去，但还是晚了一步，那个紧张过度的女生已经俯下身，把魏无羡的答题卡捡了起来，摆在了自己的桌子上。魏无羡骂了一句卧槽，没有出声，站了起来。后来江澄说，其实他骂出声了。魏无羡忘了，班主任再三叮嘱他，无论发生什么，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不要动。监考老师不认识什么替大附中的学霸，公正公平地判了2个人英语成绩都作废。魏无羡闭门了1个月，终于让自己认清现实，运气比脑子重要多了。在他去新西兰之前，他见过蓝忘机一次，似乎人就应该记住最美的时光，尽管最美的时光走得最急。是真的记不清了，高考之后，蓝忘机好像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也许只有1次吧，他并没有接。那时候他沉溺在自己的痛苦里，仿佛忘了每次去炫耀成绩的人是他。魏无羡是去取毕业证的时候，在附中门口遇到了蓝忘机。虽然T大和T大附中只有1墙之隔，不过能够遇到真的很巧了。蓝忘机看起来没什么变化，头发似乎刚刚理过，一丝多余的碎发也不见，万年不变的简单白色衬衫也能让人在万人之中一眼看到他的耀眼光芒。这光芒照的魏无羡简直要眼瞎了，他咽了咽口水，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很勉强的一笑，蓝忘机学长，好久不见。蓝忘机好看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1墙之隔可以隔开万水千山，他开了口，淡声道，魏婴，什么时候来T大？T大这个名字就像一大团铁棉花堵在魏无羡的胸口。附中没有张灯结彩庆祝又一个状元诞生，但蓝忘机知道自己闭着眼也可以考上T大，前提是英语成绩没有作废。现在这团铁棉花把他喉咙都堵住了，他做出一个很难看的微笑，谁说我要去T大了？蓝忘机的身形不着痕迹地顿了一下，魏无羡难得见他眉毛似乎动了动，很勉强地说出几个字，不是，要特产。魏无羡觉得这样5个字简直要了蓝忘机的命了，他伸出手轻拍了一下蓝忘机的肩膀，虽然过了2年，自己个子还没有超过蓝忘机，边拍边笑着说，那都是我随便胡说的，我问你要什么特产呢？你又不是我女朋友，哈哈哈哈，而且我又不喜欢男人。魏无羡做了最越格的一件事，他把用拍过蓝忘机肩膀的手伸到了白衬衫的口袋里。夏天天气暴躁得很，带着人的体温也烫手，那只被烫到的手掏出了蓝忘机的手机，翻到自己的电话号码，一点也没有犹豫，拉到了黑名单，又放了回去。这些动作一气呵成，蓝忘机一点都没有反抗，他很礼貌退后了一步，说，魏婴，再见。7月的天太热了，魏无羡想，一杯西瓜冰沙确实不够喝，所以最后一次离开T大附中的时候，他买了2杯西瓜冰沙，那一天第2杯不是半价。魏无羡生日前1天还在办公室加班，看了看电脑上的时间，已经9点多了，这才觉得好像有点饿了，随手在桌子上翻一翻，找到了罗清扬之前送来的一盒割地饭巧克力，这婚礼的答谢在他桌子上放了月余还没开封，他随手打开一块塞到了嘴里，正打算伸个懒腰，温情只敲了一下门就进来了。的确有点晚了，白日里头发一丝不乱的温部长，睫毛膏也略微晕染了下眼圈，显出几点不太明显的黑色。魏无羡用空着的手抽了一张纸巾递了过去，温情也很自然地在眼睛下面点了几下，几秒而已，整个人都精神多了。魏总，月底了，这些最好明天前处理完。温情手里厚厚一摞单据像小山一样压在了魏无羡面前，他立刻起身把自己的电脑让给温情，笑着说，你来你来，都归你。温情往魏无羡的椅子上重重一落，任由自己的老板伸着长腿靠在办公桌上。
魏无羡专心地吃他的巧克力，中途还递给温情一块，又被残忍地拒绝了。窗外是凉如水的夜，以及灯光点点的城市。温情熟练地用自己老板的电脑处理着公务，半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说：“我说，魏无羡，明天真打算穿条肚布小姑娘们给你准备的兔子装去送快递吗？”魏无羡咬碎一块真人巧克力，想都没想地说：“当然啦，他们开心就好。”温情嘴角勾起一个很大的弧度，道：“资本家、鱼肉员工，无所不用。”